大家好，我是 Kat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要和大家介绍一个现代 Web 开发流程。首先呢是通过开源的 UI 库，找到一些比较喜欢的 UI 工具，再通过 Winning Chat 进行进一步的迭代集成。之后呢，再通过 Cursor 的 AI 编辑器去进行一个处理。之后呢，push 到 GitHub， 最终呢通过 Vercel 部署出去。我们再来详细看一下各个工具。首先呢 UIverse 它是一个开源的库，它有支持多种格式，HTML、CSS、React、Figma， 然后它分不同的组件、按钮、表单、加载器、动画等等。AI 辅助开发 Winning Chat 的话，是我最近非常喜欢的一个工具。我们可以通过多人对话，可以优化我们的设计和代码，然后它也可以帮我们集成第三方的 API。在之后呢，我们通过 Cursor 去进行进一步的开发，它呢，可以辅助编程。我们在 Cursor 里面也可以一键推送代码到 GitHub 仓库。我通过 Winning Chat 开发应用呢，我可以在 Cursor 里面去让它做进一步的环境变量管理，也可以让它做进一步的一个代码优化。最后呢，快速通过 Vercel 发布一个 Web 应用。现在大家看到的一个页面呢，就是我根据刚刚所说的整一个流程制作并且发布出去的。我个人的话很喜欢收音机那现代人的话听收音机可能更多的是网络收音，比如说我们会用到无线耳机。那可能还有很多人不知道 AM、FM、SW、MW 的一个意思。那我这里呢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页面然后做这样一个示例展示。第二个页面呢是关于一个天气的，这个页面呢是我集成了 OpenWeather 的 API， 在这里呢输入城市的名字，就可以获到对应的一个天气。首先先来介绍一下今天重点介绍的开源的 UI 库。这里的话它有非常多的一些组件，左侧的话可以选择，这个有点像收音机的。这里呢是我收藏的一些精美的一些组件。在刚刚给大家看到的例子里面呢，天气的话我就是用到了这样一个组件。咱们点击进去这里有一个 get code， 然后呢这里有一个 export to React， 咱们把这个复制一下。在做这个天气应用里面呢，我做了几个尝试。第一个呢是我直接把代码复制过来，然后我让它根据代码做一些修改的具体的要求我也跟他说了，但是我这里没有提让它生成一个 React 的应用。它最后呢，它给到的一个页面，大家可以看一下，是这样子一个比较普通的 React 的页面，根本不是我刚刚给大家看到收藏夹里面的那个 React 应用。后来我让它再去调整，想要让它再回到我之前的那个设计，发现它还是不行。之后呢，我就新开了一个窗口，我说请根据附件内容帮我生成对应的 React 应用。这里 React 因为我是语音让它去处理的，一下子没注意，虽然这里 React 打错了，但是它还是能识别出来了。那生成的第一个版本的应用呢，就是这个这个就是跟原来的设计是一样的。后续呢，我就让它进行一个修改。可以看到这里的话是出现了一些错误。出现错误的话没关系，我们直接点这里 fix 一下，它会把这个错误的提示呢放在这个输入框里面，你直接点这个上传就可以了。它修改之后呢，会给我又出现了一个问题，不过也没关系，我可以把它截图让它再去修改。
之后呢，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就是它因为我之前已经跟他提了要求，就是我希望它连接到 API，但是我没有把 API 的 key 给他，所以它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那我很想知道，我连接了这个 IP， 它这个 API 给我返回的这个页面数据是否正常？所以呢，我这里呢就把 API 的key 给到它了。那给到之前呢，我还给他提了一个需求，让他帮我增加一个选框，可以填入具体的一个程式。可以看到这上面它出现了。接着呢，我把这个 key 给他了。API key 的话，后续我会删除。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 API key 的话，在这个页面里面显示出来，这个温度和下面的这些压力呀，它是有重叠的。那我这边肯定是要让它调整的。后续呢，我就直接截图让它去做一个调整。它调整之后就这样了，这样会好很多。那上面的话，这个搜索框里面的话也是要调整一下的。后续呢，我就又让它首先做一个知识印的，第二个的话就是要把这个按钮要调整一下。调整后就是这样子了。这里呢太黑了也不好看，所以我接着又让它去调整了一半。大家有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不在 Cursor 里面直接调整，而是在 Winning Chat 里面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微调？因为我发现，在同样针对这个应用，在 Cursor 里面去让它对某个设计元素进行调整的话，它的效果是没有直接在 Winning Chat 里面让它调整来的方便的。来的效果好，所以呢，我就让它直接在 Winning Chat 里面去做个调整了。那这样的话，因为我在后台已经把这个 API 给到它了，所以呢，我在这里输入信息的话，它是能直接得到对应的一个天气的。这个 API 的话是可以从哪里来呢？其实有多个途径你可以问一下，比如说Perplexity， 然后问他有哪些的免费天气 API， 那他会列出好几个。我这里的话就是去注册了 Open Weather Map 的一个 API，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页面，这个就是它的一个 API 的页面。它有一些的每天它是有一些免费的使用次数的。在这里面注册一下就可以了。他会给你发一个邮件，然后邮件里面的话也会给你一个伦敦的获得天气的一个示例。我点击进去呢，就是长这个样子。那刚刚我给大家看的那个天气页面，那其实我这里的话就是让它获取的是这个 API 里面的 main 这个对应的一些数据，我就直接把这一段 copy， 然后复制到那个 Winning Chat 里面，告诉他我是要获取这些内容。所以大家应该可以看到，就是它初始设计界面是这个样子的。那右边它其实是一个固定的图片或者是动画元素。一开始呢，我没有调整这边的一个元素。后来发现，即使有些地方呢，它下雨，它也会显示这个多云转晴的一个标志。那我后来就把它转成了一个高清 emoji 而且我在跟威尼提要求的时候说，我是希望它根据因为我要获取这个 main 所有的内容，就是让它去做一个调整，动态去适应，展示更多的一个天气相关的一些内容。通过 UIverse 和 Winning Chat 进行这样的一个整合，使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这样的话可以帮我们做出比较美观的页面。现在呢，我对这个版本呢比较满意这已经是迭代的第10个版本了。那怎么把这个安装到本地呢？这边有一个图标，像代码的图标。原来呢，这里下面有一行字是 install， 现在呢它改成 add to codebase。我们来到终端，
把刚刚的这一串数字呢命令直接复制到终端里面。稍等一下，然后呢，我们给它起个名字，这个是个 weather， 那我这边简单一点。稍等一片刻，它就会新建一个 Nest.js 的一个项目。我们选择一下一些参数，然后让它继续生成。它现在呢就生成好了，咱们进入一下这个文件夹，咱们用 cursor 来打开这个项目。咱们再把这个项目运行起来，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就显示出来了。现在呢，因为这个 API key 呢，它是直接明文显示的。那如果我们要把它 push 出去的话，这个 API key 的话，我们需要把它放在.env 的文件里。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env 的文件，它已经把我的 API key 放里面了。那我要把这里的话稍微改一下，让它都忽略掉。然后这里的话，看到这里会有一些错误，我们在终端里查找一下问题，然后 fix 一下。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打开这里的源代码管理页，在这里面呢，填一下 commit 信息。因为这个我这里的话，之前我这个 Cursor 客户端已经和我的 GitHub 连接过了，所以呢，这里我可以直接新建一个私人仓库，然后呢把它发布过去。出现这个提示呢，就说明我的 GitHub 上面已经有这个仓库了。现在呢，我们来到 Vercel 的后台这个把我们刚刚创建的一个仓库导入进去。在这里呢，我们设置一下这个 API key。这里呢，我已经把 key 的信息都填进去了，然后点击部署。咱们看到这个撒花的话，就可以知道了，这个已经是部署成功了。我们点击一下这个链接，域名链接，咱们现在就可以看到这个天气应用了，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页面。不过呢，这个页面开始进去的时候呢，它下面没有显示对应的一个程式信息，可能是刚刚 Cursor 的时候帮我们做了一些改变。那我之前部署的这个应用的话，下面是打开之后是可以直接显示对应的一个信息的。现在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页面是怎么做成的。首先呢，回到我的 UI Vercel 的一个收藏库里面，我这里呢是参考了3个界面，一个是这个 Universe， 还有一个是这个按键，还有一个卡片式的这个元素。那流程的话，还是和之前做天气的那个应用差不多。咱们点击这个 Get Code， 它会跳转到这个页面。这里有一个呢导出到 React， 把这个内容复制一下。我们来到 ViniChat 的页面，把刚刚复制的代码复制到 ViniChat 里面，然后让它根据以上内容生成页面。它就先帮我们生成了右边还原度100%的一个页面。再接着呢，我就是想又把别的一些内容复制到里面。我说把以上内容修改一下，加到上面，也就是这个耦集合的下方。我这里指的以上内容呢，就是指的
是这个收藏库里面的左边这个按钮，还有右边这个卡片的内容。之后呢，Winning Chat 呢就帮我生成这个样子的一个页面。后续呢我就截图发给他，让他去调整一下。一是调整卡片的颜色，然后二是调整卡片的一个大小。它后续生成了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它中间原本有一个 AM、FM 的一个按钮，它就给舍弃掉了。其实呢，这也是很多大语言帮我们来做代码工作的时候一个问题，它经常会忽略掉一些东西。那我把刚刚那个出现的截图发给他，我又让他去调整，他后来给我调成这个样子。那现在这下面的话，卡片呢和上面的这4个按钮内容不对应，那我又让他去调整一下，那也让他去增加一个动画的一个效果。就是我点某一个按钮，它下面的内容就会动起来。之后呢，我又截图发给他，我需要让他帮我一一对齐。你看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问题，他把之前的耳机盒又给放弃了。这个大模型总是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建议我们和他沟通的时候呢，要跟他一次次的交代，说你记得把前面的东西给加上哦。接着呢，你看它加上之后变成了这个样子，这个耳机盒又变得不好看了。它是因为它省略了很多元素，所以呢，我又把之前耳机盒的代码整体呢复制到这里。我让他说你要给我修改成一样的。之后呢，他再设计了一版，中间稍微有点问题，不过已经好了很多。再让他修改一下。变成这个样子了，这个样子的话，好像也不是那么好看，是吧？所以呢，我又让他去进行一个修改，然后变成这个样子。这个的话就很接近我的一个想象了。接着呢，我想让他帮我把这个耳机盒上面的原来的 Universe 改成我的一个名字，它改成这样。再加一个上面这个标题，其实它这个设计我个人觉得还是很不错的，因为我没有跟他说我这个需要什么字体颜色呀，它是根据整个页面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调整，看起来还是很不错的。后续呢，就是通过我就把这个页面呢还是和上面的天气先把这个呢 add to Codebase。在本地生成之后呢，再 push 到 GitHub， 再通过 Vercel 去直接把它给部署发布出去，所以后续的流程还是挺顺畅的。主要是前面的话，咱们再来总结一下，今天做了2个实例用到了 Universe 的一个开源的 UI 组件，然后放到 Winning Chat 里面，让它帮我们辅助开发。中间需要多次迭代，最后呢再放到 Cursor 里面去，让它帮我们去做一些代码的调整也在这里面的话，直接通过 Cursor 去把项目 push 到 GitHub 上去了。最后呢，再通过 Vercel 把整个项目部署出去，整个过程还是非常流畅的。我个人感觉为什么要用到 Universe， 是因为优秀的一些工程师们、设计师们已经帮我们去做了那么好看的一个组件，其实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说是再造一遍轮子，所以呢，我们可以去拿他们的一个样式来做一个参考，在上面进行一些微调组成我们希望要达成的一个页面元素。所以呢，整个今天就介绍一下整个流程。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希望能为大家提供一些灵感和帮助。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请关注我的知识星球，我们下次再见。